今天给大家唠唠周楚啊，这个武将牛逼了。趁着这个周楚除三害电影的热度还在，做一期周楚。就周楚除三害这个典故，我也不怕害臊啊，我还真是因为三国杀才知道的啊，玩三国杀玩的。有人说这个故事咱小学课本都学过，其实课本教材这个东西它不固定啊。我小学学的这个苏教版，它就没有周楚除三害这个课文。有一说一，在这方面，三国杀还真起到了一个寓教于乐的作用。那三国杀的这个周楚就是我们非常熟知的打跤神将。我反正对这个逼第一印象很差，什么玩意儿我就减一点手牌上限了。我寻思这是哪个逼的技能效果啊？一看啊，周楚相害，锁定技场上所有其他角色的手牌上限减1。对，你要是把自己也算里面，我对你这个技能也没有很讨厌吧？你直接所有其他角色，那你这就纯是祸害了。这个技能你别看设计的很无脑啊，但确实很契合周楚年轻时期为祸乡里的形象。他自己也挂不了装备，手里的装备全视为9。对，你周楚在人们心中的形象，他就是一个怪物，和凶恶野兽就没有什么区别，人模狗样的，你穿不了衣服也配不了剑，没有人把你当人看啊，只有人才能自己上装备。你周楚的装备就只能是9。觉醒前的周楚，还没完成使命的周楚，他还不是一个所谓的人。继续看2技能除害，周楚在村长那里得知有3害未除，这3害就是原话中的蛟龙、白虎以及周楚自身。那周楚这个时候恍然大悟了，说这不行，我要为村民除害。浪子回头金不换，三国杀把这个除害啊设计成了一个使命技。使命技这个东西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啊，你一个三国历史人物哪来那么多使命呢？是不是使命召唤玩多了？但是啊，你往周楚身上放一个使命技很合理。周楚确实有使命感，这个技能你看字面描述很头疼啊，但其实也不难理解，实战玩2把就都懂了。本质上就是一个拼点打收益的技能，而且周楚还是先摸一张牌再去拼点，就再差我这个技能那也是个1牌小制衡啊。周楚主动去拼点，他这个拼点点数还有加成啊，加 X 为4减你装备区牌的数量，也就是说一般人跟周楚拼点要没 K 还真拼不过他啊，你拼不过他你就要被他攻心了，就看你的牌。周楚就根据被拼点方手牌中牌的类型，从牌堆或者弃牌堆中获得相应的牌各1张，这个效果呢就很强。你消耗敌方牌，你自己还能摸，还能知道敌方的手牌结构。说实话，放在前几年的环境中还是有点超模的。然后就在这基础上，你对被你拼点赢的角色造成伤害后，还能直接将牌堆弃牌堆中的装备置入你对应的装备区，缺哪种类型的装备就补哪种类型。就你本来一手杀没连弩，然后你砍一刀，这个 AK 可能直接从牌堆中就给你装上了，这就很赖皮啊。周楚在使命成功前，自己上装备就只能通过这种打伤害的形式，当然阿尔张、吴国泰这种将还是可以给他上的。他这道操作实战很强，上限高，下限也不算低。为数不多的缺陷就是周楚容易被卡距离，卡+1，卡防具啊，那卡起来可能就卡一辈子了。除害这个技能基础效果咱说完，那它本身还是一个使命技啊，它有使命成功和失败2种情况。先说失败啊，周楚这个使命技失败起来还挺难的啊，你既要满足拼点数，而且你拼点结果还不大于6。当然成功也不容易，需要你装备区有不少于3张装备。成功了之后就血量回满，失去伤害，获得章名。对，这一刻周楚才正儿八经成为了一个正常的人，对，新造的人。是否我能期待遥远天际一起飞翔，新造的人重生了，血量回满是一方面，咱周楚可以正常穿装备了，也不坑别人的手牌上限了。当然咱玩游戏啊，其实还是希望坑一坑别人的。章明这个技能也很强，除害本身就能过牌，这章明还能过，还带个小强命，梅花牌不能被响应，每回合限1次，你对其他角色造成伤害后可以弃他1张手牌，然后再从牌堆弃牌堆中获得与被弃的这张牌不同类型的各1张牌。要是对方没弃牌，直接所有类型各过1张，这些牌还都不计入你的手牌上限，那这就纯叠 buff 呀。除害的基础效果加章明，就使得周楚使命成功那一波爆发力非常猛。不过咱实战打多了就知道，周楚在军8还是很难觉醒啊，斗地主好一点，
这个手杀周楚从大体上来看，设计的还是很有历史典故韵味的啊，玩起来也不无聊，强度也够。有人说比 online 那个2234广播体操的周楚强，就是使命技这个形式的技能，字面描述看起来还是不舒服。你说复杂呢，也没有那么复杂，但就是很令人头疼。使命技你给个别武将设计就行了，千万别延伸这个概念，它就不具备普适性啊。我反正还是更喜欢简洁一点的技能描述，大道至简吧。OK， 这是周楚。你自己撞上来的，这可怪不得小爷我。有我在此，安敢为害？小小孽畜还不服诛？心怀远志，何愁声名不彰？该立自抵，事出三害。